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跟我們互動，彼此交流一下。另外，要請記得幫我們按下這個熱推啊，讓在留言區或者是幫我們熱推，讓更多人看見寰宇全世界。好，來歡迎今天的3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謝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美國共和党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還有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繼文繼文兄。何總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相信大家都在關注的，也就是中東的戰事啊。那麼這禮拜呢，其實美以伊的戰爭有了最新的突破，也就是我們所知道，宣布先停火2個禮拜，然後呢，美伊雙方展開談判，就在週末登場。美國跟這個以色列，還有包括這個伊朗呢，美伊雙方啊，這個談判代表團週末已經陸續抵達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馬巴德，當然有人翻譯是伊斯蘭堡，準備進行談判。但伊朗事先也放話，他們說這次談判可能會持續10多天。那我們攤開這個雙方代表團的成員啊，可以看到在畫面上，美方呢是由副總統 J.D. Vance 啊范斯率領代表團。成員包括了川普的特使 Witkoff， 還有這個川普的女婿 Kushner。那名單當中呢，大家也就幫他們看了一下，大多數是偏鷹派比較多哈。那在伊朗這邊呢，則是由他們的國會議長卡利巴夫，還有外長阿拉奇等人。新華社也報道說，另外呢還包括了看到这個伊朗的國防委員會的秘書長啊、央行行長，還有多位的國會議員。而英國金融時報也披露說，這個代表團當中可能還有1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層。不過呢，因為這個議長卡利巴夫他本人曾經擔任過革命衛隊的指揮官，所以這次到底談判美伊雙方誰說了算？等一下我們要特別來討論一下。談判之前變數就很多哈，包括在伊朗這邊內部就傳出對於談判團隊的成員還有授權的問題出現歧見，比如說這個現在的革命衛隊總司令瓦西迪啊，他就試圖要限制這次代表團帶領代表團的，就是這個議長啊卡利巴夫，還有外長阿拉奇的權利。另外呢，他也主張呢要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啊叫佐加德納入這個談判團隊，但是呢也遭到代表團內部成員的反對。那卡利巴夫啊，就是議長呢也拋出一個強硬的條件啊，就是在美伊雙方在談之前呢，又把黎巴嫩丟了出來。他說，黎巴嫩如果沒有停火的話，而且再加上另外一個條件，伊朗遭到凍結的海外資金沒有被釋放，那麼德黑蘭將不會跟華盛頓進行談判。但是對此呢，范斯在登機前也強勢警告，他說：“伊朗，你不要耍花招。”還有一個變數，等一下我們也一併討論。以色列持續對黎巴嫩真主黨發動攻擊，現在呢也傳出在14號要到美國也來談一下要如何停戰。好，那麼現在也看到了伊朗最高的精神領袖領導人穆吉塔巴，他發表了強硬聲明，他強調伊朗將會堅定地為他的父親哈米尼還有在戰爭當中喪生的同胞復仇，並且要求美國針對戰爭損失付賠償金跟撫恤金。簡單來說，就是要為伊朗討回公道。每日電信報也報道說，這份聲明呢是由相關的管道代為發布的。總的來說，我們馬上來進入今天的重點。先請教3位來賓啊，因為接下來在週末這一個時間其實很關鍵的，因為它會接下來左右未來2週停戰之後的發展，所以大家對於美伊雙方在週末的這場談判是樂觀還不樂觀？樂觀舉圈，不樂觀舉叉。大使反而是樂觀的，先問一下大使為什麼？因為這個談判哈，基本上我認為沒有那麼嚴重啊。這一場衝突的話，不是領土衝突，也不是任何有領土的野心啊。像俄羅斯跟烏克蘭現在就很困難，是因為烏克蘭已經被軍事佔領了很多他自己的土地，俄羅斯不願意讓。這場戰爭很難，這個戰爭很難停。這場戰爭說實話，兩邊打的都是有限戰爭，是一場政治戰爭，誰也沒有要消滅誰，誰也沒有對對方的領土有興趣。所以這場戰爭沒有牽涉到我所謂的國際關係裡面的 core interest， 就是說關鍵核心利益，所以這裡面都很政治的。就像川普打這場仗，從頭開始美國人就批評他說：“你到底的目標是什麼？”他也講不清楚。他的目標有的時候出現，有的時候又消失了，對不對？那對伊朗來講，
他從來也不想打這場仗，他的戰略也很簡單，你打我我就打你，就是對等還擊，你今天不打我就停了。所以呢，這場戰爭只是說它影響到了這個美國的經濟，還有全球啊，慢慢影響到全球。那所以這場戰爭，我認為，現在一開始兩邊的領袖都展望那麼強的這個我認為很重要，談判要有結果，一定要有 political will。OK， 而且要是 top down， 不是 bottom up。那你覺得會不會是一個形式而已？不會。好，那 Ross 剛剛是不樂觀的，不樂觀。為什麼？因為本來這個戰爭對美國跟以色列來說有兩個重要目標，那一個是處理伊朗核武計劃研發計劃，對，另外是遠程導彈。但是戰爭開始之後，而且談判的時候，伊朗失去機會，那很堅定的態度，那就讓美国跟以色列認為我們不得不開戰了。那開始打仗之後呢，那伊朗我覺得有很多很愚蠢的動作，比如說攻擊周邊國家，而且不只是針對軍事設施了，什麼公共設施，連住宅區也都有攻擊了。那另外把Hormuz海峽關閉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愚蠢的動作。所以這個都顯示了伊朗不管是軍方或宗教領袖、政治人物等等，第一，他們而且從你剛剛解釋，目前的情況是他們想法沒有一致了。那雖然大使剛說是 top down， 但是很明顯他們內部有不同意見。那今天真正的情況，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那邊的外媒也不多了，所以真正的情況我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內部有什麼意見。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他們一直有新的動作，不管是攻擊周邊國家，或者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等等，那將來還會有什麼樣的動作？其實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號。所以我覺得這幾天在巴基斯坦這次談判很難達成一個共識。或許我不排除，就即便談了十幾天，你對結果都還是我覺得或許這個幾個禮拜的停火是可以維持，甚至可以延長。但是我覺得在目前這個階段，不是一個 permanent 的，不是一個 long term 的一個長期的協定，是目前是達不到。所以你的意思說，伊朗說可能會談十幾天，就算談不攏，把它繼續談，就往後延是有可能的。好，那我問你啊，你說不樂觀，好，我現在看到美國跟伊朗雙邊呢，其實對於這個要談的條件哈，各自開條件。那不管是美國的15點，或者是伊朗的10點哈，你可以看到有些都目前都還要再進一步的去討論，就在這次談判，包括荷姆茲海峽的開放啊，那伊朗是強調要有永久的這個實質控制權。另外呢，像是這個剛剛提到的核武的部分哈，是沒有這個回應的哈。那接下來還有這幾點哈，像是包括呢，不能夠打黎巴嫩哈，等一下我們會特別聊啊，你不能打黎巴嫩啊，也包括在內啊，但是呢，這個都是要討論的。好，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如果最後談了十幾天都沒有結果哈，你覺得美方至少會達到哪些條件才認為是談得不錯？至少美國有這個軍事能力是可以繼續打，而且可以打好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我一直認為川普是希望在美國夏天前就結束了。所以今天在4月初，那美國至少我覺得川普總統心裡準備至少再打6個禮拜。我的意思是說，但是如果繼續打的話，那就會美國，因為川普也說過了，如果要繼續打的話，那我用的方式會越來越武器或軍事目標等等對，那這個對伊朗來說，不管是經濟方面或軍事相關設施了，都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了。所以川普還是有這個選擇，可以繼續打，而且他用的方式比以前還更猛烈。我問的意思是說，美國至少就川普這邊，他派出范斯談到哪幾點達到了，就表示美國的目的達成了。我覺得是核武導彈，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那其他的暫且不會答應。比如說黎巴嫩，我們等一下要討論，他不會答應。美國不會答應伊朗的要求，不可能。還有這個制裁，美國不可能是那麼快解除制裁。那還有伊朗說我們海外凍結的資產，對，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過去川普常常批評奧巴馬，那個時候為了跟伊朗達成協定。奧巴馬同意一些伊朗海外資產是可以還給伊朗，川普根本不會，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做的話，大家都會說總統你又踏過了。好，這是美國的想法哈。那如果伊朗的思維呢？大使覺得伊朗至少要爭取到什麼，他才會覺得這個談判是有效？伊朗總統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伊朗希望這場戰爭打到最後一個美國兵。所以這場戰爭。基本上不太希望他停戰的是以色列，對，這是美國人很多的。美國希望停，以色列不希望停。对，那這場戰爭事實上，那問題就變成以色列如果沒有美國支持，那不要說這場戰爭了，將來在這個地方生存都會有問題。以色列非常靠美國的軍事跟外交的支持，所以呢，這個最後川普出來主導這場戰爭的時候我覺得內塔尼亞胡會在靠邊站。那雖然以色列是，我就說了，這是不是我講的？這是伊朗的總統說，以色列希望這場戰爭打到最後一個美國兵。所以呢，就變成我覺得我會去看這場戰爭的最後結果，我要看川普的政治意願。OK， 這場戰爭還是川普跟這個川普決定，川普開打的，川普決定。那伊朗事實上在這一場戰爭裡面，他也是很被動的，所以我覺得這一場這個戰爭如果川普要結束就結束了，然後你說那個什麼結果川普決定，然後呢，川普昨天發了一個出 social， 他警告，他說有一些騙子跟庸醫，還有他指的是那些名嘴媒體。他說對，庸醫把這些雙方的談判條件再釋放了非常非常的多的訊息，滿天飛。他說我現在已經找司法單位在調查，我要馬上就把這些人揪出來，他們要司法程序來制裁這些人。告訴大家，他最後一個結論說，這場談判絕對會在關閉的門後面來談，一個 closed door negotiation， 這中間怎麼談，外面不會知道，外面猜的都是假的，都是別有用心的所以我覺得川普這件事情會錢綱獨斷。因為現在伊朗的體制跟美國的體制我們就說，我們不要講什麼法律什麼憲法，我告訴你，現在美國的政治體制跟伊朗是一樣的，獨裁政權。我可以為美國說話嗎？大使的意思說，川普說了算，但是伊朗誰做主？您覺得伊朗誰說了算？伊朗當然是哈梅內伊OK， 就是小哈梅內伊。OK， 大使，您剛剛提到說，以色列在這個談判的幕後其實角色很關鍵基本覺得那現在既然以色列，因為感覺上最近以色列是很不受控的，所以納坦雅胡在這個時間，美國拉得住他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談到最後10幾天之後沒有結果，但雙方也在這段時間不斷去準備，因為一定要準備是軍事方面的實力後續動作會如何？當然，美國能不能約束以色列，我認為這問號很大，而且不只是川普這一任，上一任拜登，我們發現加沙戰爭，美國能夠完全約束以色列嗎？其實證明是不行要不然也不會這個加沙後來導致6萬多個巴勒斯坦人死亡。那而且近期我們看到美伊談判有一個最新的一個焦點，就是黎巴嫩的戰事，對，能不能獲得相當的緩和？其實針對這一點我們發現，那國際上普遍是支持伊朗方面的主張。我們看到歐洲好幾個領袖國家領袖都有講到，這個美伊談判在談判的這個整個範圍裡面，黎巴嫩的情勢當然要納入。而且從這個美伊這個傳出談判以來，
以色列對於黎巴嫩的南部的攻擊是非常非常的猛烈，比如前幾天有一天死亡大概300多人，而且它的強度，那其實比攻擊加沙感覺更為強烈，而且手法也類似哦。也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認為美伊談判其實以色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那未來。那美國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去進行約束？我認為這個川普這個部分他是要想清楚。不過我覺得讓人比較憂慮的就是納塔雅胡，因為他有自身國內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他本身一些官司纏身，因此從這個加沙戰爭開始，大家普遍認為戰爭繼續打，對他延續政治生命和他在以色列的掌控能力，對，是有絕對的幫助哦。如果戰爭不打，他的很多這個案件，特別關鍵的案件、貪腐的案件，那進入司法程序繼續走的話，他可能會終止他的政治的權利。這個對於他未來他的整個這個未來的這個政治生命这個政治生涯來講，那個絕對是致命性的。對，也因此，這個以色列這個問題是目前以色列伊朗和這個美國談判，我認為最大一個變數。OK， 所以這個我有點不同意，因為我真的認為，如果川普總統，剛剛大使說的是總統川普說的就算，那如果總統川普堅持要停戰，那內塔尼亞胡是不得不配合。你確定美國拉得住納塔雅胡嗎？確定了，畢竟今年以色列也有選舉，而且以色列還有內塔尼亞胡有其他的考量，不只是伊朗造成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問題。那另外，比如說西岸突困區，那需要美國的支持，對不对？所以它真的是，而且這個也是牽涉到以色列的選舉。OK， 所以內塔尼亞胡是千萬不能惹怒川普。那以前惹怒拜登或不利拜登，那是因為內塔尼亞胡長期跟民主黨，不管是奧巴馬或拜登關係不好，跟川普共和黨關係非常好。但是內塔尼亞胡是千萬不能惹怒川普，他真的沒有這個選擇。對，所以如果川普堅持 we have to stop， 那內塔尼亞胡是不得不配合。所以也就是說，納塔雅胡必須要小心，這個史詩級的怒火可能最後不是在伊朗，而是在他的身上。那確實啊，最新的是黎巴嫩跟以色列兩國呢也同意進行談判了，因為黎巴嫩這邊呢發出聲明表示說，他們的駐美大使還有以色列的駐美大使以及美國駐黎巴嫩大使10號晚上已經先進行了第一次的電話會議。那麼在14號呢，預計在這一天要在美國國務院進行這個首次會議，討論宣布停火，還有確定談判的日期。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